大家好，在11月的时候还有台风，这用重木头压住的防虫网，随着内部的青花笋长高，叶片上方会贴到网子，于是来加高防虫网。而使用防虫网，若是要进行调整作业呢，或是需要采用完全掀网的动作，可以选择在傍晚。在太阳接近下山的时候，叶菜蛾也有日落而息的作息，这样可以减少日后抓虫的麻烦。有的人觉得覆盖防虫网这件事情很麻烦而不敢或是不愿意种植十字花科事实上呢，如果不想密集喷药，覆盖防虫网是一件很省事又有效的方法。网子盖好后，只要事先有想好浇水的方式其实就只是前置作业比较花时间由于这内部还有挖沟处理，因此就连浇水也不用掀开网子。而在十字花科类作物呢，长到一定高度，因为植株比较高大，有菜叶遮挡地面后，土壤表面水分流失的速度就会很慢甚至1星期不浇水也可以活得非常好。个人觉得十字花科类种植反而非常省事相对于叶菜类，因为得时常浇水，土壤反而容易出现板结的现象所以家庭种植若是有一点空间，个人会建议要试着种十字花科类若是空间比较小，又想种植十字花科类，就可以先选择种植青花笋因为青花笋有可以反复采收的优点之外，又是非常好吃、高贵的作物反正家庭种植就是尽量选择适合自己的作物，会轻松许多。想要尝试种植十字花科类，可以从青花笋当练手的作物当第一种十字花科类种植经验累积后，再尝试高丽菜或是花椰菜会更好。不然一开始就学着种高丽菜，高丽菜是很容易抢种的作物等你可以收成时，结果遇到高丽菜菜价崩盘真的是会觉得是在种心酸的。会建议青花笋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种菜虽然可以反复采收但是要一次大量采收、保存与运送呢，会比较麻烦，因此很少会大量进行种植而家庭种植、克难式的种植是很正常的因为种植面积小，因要学专业种植，很多工具的使用频率比较低可以共用或堪用的功能就好。就像现在这网子被勾破了，缝补是一种方式偷懒就暂时先用双层进行覆盖。影响是露水跟日照会变少，不过冬天的作物目前看起来影响算是不大。一旁自行育苗的结头菜则开始结球了。隔壁婶婶说种了10几颗结头菜，结果被虫咬到剩1颗而附近已经进入采收的结头菜，很多也都直接被虫啃掉果实的部位由于气候变化很大，天气热之外，到11月还有台风，可能是因为将种植期程往后挪到目前为止都还可以活得很漂亮。而这种植槽一旁有个闲置空间，因为网子宽度够，就拿来当作育苗使用育苗采用的方式不是分区块，而是内侧的部位再次进行结头菜育苗，外侧则是大陆妹。大陆妹叶菜蛾不会想吃这样就可以让幼苗有多一点的生长时间，有空间需要补苗时，就随时有幼苗可以挖。不到2个星期，晚上气温降低后，
感觉结头菜的菜叶与幼苗都生长很快啊，只是种子因为台风泡水后，目前比较高大的幼苗，实在还是分不清楚是娃娃菜还是包心白菜啊。唯一庆幸的是，觉得这只是大白菜的高矮差距啊。前院可移植的空间是整理好了，比较伤脑筋的是种苗有点过多哦，要全部消化掉，种植方式需要再思考一下。而由于种植过程到目前为止所添加的肥力帮助，就只有甘蔗酵素与灌溉河水啊。一般的环保酵素主要是氮肥，氮肥对于叶片的生长帮助比较大。也因此进行摘除底叶时，可以很轻松就折下叶片了。一般在田间种植，并不会做摘除底叶的动作了。但是家庭种植是种来自己吃的啦，将接近地面的叶片摘掉，可以省掉除虫的麻烦啦。靠近地面的叶片多少会枯萎掉，有人建议不要摘除，因为有溃肥效应。但是靠近地面的叶背不进行摘除，不喷药的话，很容易长蚜虫啊。就算有清除蚜虫的方法，但是在叶背上呢，会比较花时间啊。在意溃肥的问题，就添肥补足就好。另外，由于下方就算是健康的叶片，吃到的日照其实很少啊。到底是在抢肥还是溃肥还很难说啦。底层叶片摘除后，可以让内部更为通风透气啊。因为叶片很多，不用担心影响光合作用的问题。虽然拔除了底部不少的叶片，还是可以看到防虫网内的叶片依旧不少啊。摘除的原则则以贴近地面吃不到日照的叶片为主啊。另外，若是发现底叶背面出现蚜虫，记得要顺道检查一下附近的叶片，避免蚜虫蔓延。最后来进行补肥的动作了。由于已经进入种植后期，添加钾肥的动作可以让果实类作物更甜啊。现在使用的是草木灰腐殖土啊，虽然这土壤的成分很高，可能又有不少草籽啊，但是因为是在封闭空间里，就算长出杂草，在杂草还没有长大前，应该也采收的差不多了。至于这可以增加多少效果，就要看能触发多少蚯蚓的活动力了。而一旁的青花笋也一起进行的添加草木灰腐殖土啊，添加的位置就直接后铺在底茎处了。青花笋也直接添加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的笋茎也是可食的重要部位，而要让效果更为明显，则可以在腐殖土上进行浇水，但是继续使用易肥的部分则维持在沟槽里啊。因为这是采用3排种植，中间的高丽菜吃的是叶片，要让叶片软湿呢，氮肥的帮助会比较大。经过3天后，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啊，感觉结头菜好像又长大了不少。想吃的话，就赶快育苗种植吧。一旁还有30几棵幼苗排队准备进场。谢谢收看。